原神的抽卡怪象。好的，在本期开始前，想问一个问题：角色的抽取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里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我相信有一部分玩家会说是强度，因为我不止一次的看到过，抽卡成本是一样的，为什么我不抽一个更强的角色呢？在这样的语境中呢，强度是决定角色抽卡价值的第一要素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是表象。我们如果继续往下深究，为什么强度如此的重要？是因为如果能够在深渊中横行，如果我手里的角色很强，那么我就会很快乐吗？所以我的答案是，一个角色能够提供的情绪价值决定了一个角色的抽取价值。那么只有强度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吗？并不见得。XP 也可以，甚至不用XP那么极端，喜欢某个角色的一句台词、一种性格都可以成为提供情绪价值的理由。那么既然强度以外的其他因素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，为什么在茫茫多的抽卡建议或者抽卡杂谈中提到的频率却很少呢？这个时候一定有玩家会说，因为 XP 是一种个性化的内容，所以每个玩家都不同，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而且 XP 玩家自己会去抽，不需要抽卡建议。但强度一定会基于攻略的目标得出一个最优解，具有统一的标准，聊强度呢更有普适性。这么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，通过数据对比列出的强弱，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角色带来游戏体验的好坏。但我认为它依然无法描述一个角色的完整价值。而详谈强度略谈 XP 的做法，也孕育出了原神抽卡强度优先的偏好。在这个舆论场中，我们的抽卡建议不谈 XP， 或者是仅仅一句就带过。那么随着话语权的旁落，强度逐渐占据上风，玩家的思想和观念也会被调教、被驯化，这就更进一步的放大了强度的重要性。而被放大了的强度，反过来从抽卡意见一步一步变成了抽卡霸凌，变成了抽某某某就是小丑，抽某某某就是韭菜。像这样嘲讽的发言和病毒一样，在各种抽卡视频的评论区中流窜，这就让更多的玩家陷入到了强度焦虑中。其实我不止一次在后台收到私信，大概就是问喜欢某某角色，但是大家都说不行，要不要抽呢？它反映的问题就是由于长期忽略 XP 等其他因素，导致这些情绪价值对于角色抽取意向的影响日益衰微，尤其是对于一些中性的玩家来说。而强度发挥它作用的地方只存在深渊之中，于是深渊的重要性又被抽卡视频节节抬高，深渊的变动成为影响玩家体验的重要部分。而什么原神不止马斯克教，什么旅行的意义，则被歪曲成了一种仿佛是弱者和韭菜的发言。此时我们会发现，实际上过分强调强度，在暗中已经成为了帮助游戏规劝玩家氪金的推手。玩家不是因为喜欢去氪金去抽卡，是因为担忧自己手上的角色被淘汰，所以去氪金抽卡。那所谓的淘汰，不正是强度话语体系中才孕育出来的词汇吗？如果我们反过来假设一个架空的原神舆论环境，在这个环境中，深渊满星不是 PVP 的通行证，角色打不满也不会被人嘲讽，强度的重要性被削弱，玩家讨论更多的是角色组合搭配带来的新奇体验。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玩家会因为角色的强度不是最高的而产生不知道该不该抽的纠结吗？会因为强度产生要补命座或者补专武的纠结吗？当然没有这样的环境，并不能怪强度党，因为这是 XP 玩家以及其他类型的玩家在抽卡相关的内容中发表的言论太少，导致了话语权的缺失，让强度在抽卡领域一骑绝尘。在我看来，以强度为核心的抽卡风气反映的是一种结果决定论，强调最终的胜利就是一切的意义，只要你能够满心深渊，你的游戏体验一定就好。它消解的是不同玩家的个性，就像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教育强调的是成绩，强调的是金钱，但是对于兴趣爱好，每个人的个性发展闭口不谈，就好像这些都是玩，玩是天性，不用教，大家都会。但是我觉得玩其实也是要教的，怎么玩得更好，怎么推崇自己的个性，发展自己的兴趣。当我们能够专注自己的热爱，它也会为我们带来财富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游戏中强度绝对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，在抽卡中它也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。好的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那么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